蓝启仁看了两人一眼，也不多留，御剑回了观礼台。而江澄四周望望，见金夫人又拉着江厌离说个不停。金自轩虽脸色通红，却也未甩脸离去，心中诧异，捉了个人问道：又发生了何事？江厌离、金自轩知弟莫若解。江厌离分外了解江澄此前是何心情，为免亲弟弟再受刺激，他抚一抚裙摆，笑道：无事，阿成你且先夜猎去吧。江澄总有种不好的预感。魏无羡抹着冷汗，憋着笑目送江澄离开，待那抹紫色身影消失后，才终于忍不住捂着肚子大笑出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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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江澄若是知道师姐，不对，笑到一半笑不出来了。魏无羡扭头去看金自轩，恶狠狠道：金自轩，你！江厌离道：阿羡。魏无羡话还未出口，便被他师姐截胡，心中暗道不妙，隐约间竟体会到了方才被他嘲笑过的师弟的感受。师姐。金自轩眼睛一亮，抬头望向他，却只见江厌离一个眼神都未分过来，只看着魏无羡，眼唇笑道：阿羡，你与蓝二公子的事不解释解释吗？魏无羡一怔，瞪了一眼金自轩，随即又拉着蓝忘机颠颠地跑过去，兴奋道：师姐，这是蓝湛，我道侣。金自轩轻嗤一声：拜过礼了吗？魏无羡黑着脸，凶神恶煞道：闭嘴。接着扭头又笑道：师姐是未来道侣，日后我与蓝湛定是要结为道侣的，不差这么一会儿。以往见面倒是能坦然自若，可如今两人关系摆在前面，江厌离的身份也由江姑娘变成了家长，面上虽看不出什么来，可心中却着实紧张了些。蓝忘机立于魏无羡身旁，行礼道：江姑娘。江厌离也俯身：蓝二公子。两相顾无言。江厌离忽的扑哧一笑：蓝二公子不必紧张，我们家关于婚配一事向来自由，讲究遵从本心，你既真心待阿羡，我们自然不会阻拦。蓝忘机眸光渐明，多谢江姑娘成全。江厌离点点头，只是。魏无羡听了方才江厌离的一番话，也正兴奋，听到这一句只是，心都提了起来，生怕自己嫁不出去，问只是什么？江厌离在云深不知处：阿羡你除了打架之事，没有再惹蓝老先生生气吧？魏无羡、蓝忘机曾一起听学的金自轩，呵，惹了，还不止一次，有些事情不想还好，一旦提起那么点尾巴，便如扎根一般在脑中挥之不去。江厌离问话过后，魏无羡便带着蓝忘机匆匆离开，预备早些回去等待与蓝启仁解释。路上顺带将听学时自己的所作所为自他那记性不怎么好的脑袋里掏出来，仔仔细细回味一番，庆幸自己这一番行为能引得蓝忘机注意的同时，心中又对蓝启仁的反应阵阵犯怵。两人出了猎场，并未直接去观礼台找蓝启仁，而是回了姑苏阵营蓝启仁的住所，恭恭敬敬地等待训话。因此待围猎结束，脑中被自家二侄子的事折磨得心力交瘁的蓝老先生回房之事，便瞧见了他素来雅正端方的二侄子与装出来雅正的魏无羡。蓝启仁他闭眼再睁眼，自己房前依旧是那一黑一白如同索命无常的身影，即便再不愿承认，也只得面对现实。蓝启仁摇摇头，不知自家好侄子怎地就栽在了那位无羡手里，又思及最近发生的诡异之事，心中愈发肯定这俩人的感情应当是谁出来睡出来的。蓝启仁脚步顿了顿，有些不敢往前走了，他们二人还未行过周公之礼吧？可数个夜晚同床共枕，又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如此许是睡过了。那想起当初魏无羡于大庭广众之下没羞没臊的告白，魏无羡是被娶的那个，也就是说被睡的是魏无羡。再一想他们祖传的臂力，也不是不可能。魏无羡毕恭毕敬地立着，蓝启仁越走越近，他心中紧张之感也愈发强烈，却眼尖儿瞥见蓝启仁看自己的眼神有了些许变化，似乎是亏欠、怜悯、对不住。魏无羡对于蓝启仁眼中别样的情绪，魏无羡表示他心更慌了。蓝忘机他叔父的眼神，当真奇怪，从未收到过蓝启仁如此眼神的魏无羡同非但没有如往常一般插科打诨，顺势为自己谋些利益，反而直了眼睛，被蓝老先生的反常行为吓得后退两步，神色慌乱。
蓝启仁行至两人面前，因同样人生头次经历此事，在他叔父面前向来不卑不亢，应对自如的郎忘机心里面也打鼓，将忽的变怂了的魏无羡挡在身后，轻声唤道：“叔父。”蓝启仁没有理他这一声，停住脚步，站定在二人身前，面色复杂地看着自家令人骄傲的二侄子与那二侄子认定的道侣，犹豫许久，道：“魏婴。”认定蓝启仁会先拿郎忘机开刀的两人，魏无羡叹了口气，暗道自己不幸，抹了把脸，脸上堆起笑容，两手搓着搭在一起，讨好道：“我在，有什么事儿你直说。”